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个话题这就是有关系到最近发生在泰国的 BTS 地铁上，有一群意大利的游客跟泰国的一个女乘客呢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这件事情呢，何老师有很多想法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毕竟呢，何老师经常旅行也是看过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我们话说回来呢这一个事情呢我们不只是要聊八卦 ，OK， 我们是想要问一个更深的问题去探讨呢，为什么一个带队的老师他的态度会那么的恶劣？为什么他会带头说出那么侮辱性的话？然后这些学生呢，又为什么会跟着一起那么的嚣张，然后做出一系列让我很不文明、很不礼貌的事情呢？所以在这背后到底隐藏了怎么样的一个心理机制呢？我们今天也会另外再联想到两个例子 ，OK， 一个就是一个香港校长然后另外一个呢是马来西亚就是在斗湖的一个老师同时呢，他们呢身为教育的工作者，但是为什么当这个情绪一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完全爆发，然后讲出来的那些话根本是不是人听的话为人师表，竟然做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呢也会聊一聊这一种现象 ，OK。然后有一部分我们也会谈一谈这个西方游客来东南亚旅游然后在亚洲他们表现出那种高高在上的那种姿态带着那种西方的优越感，然后有点霸道那么现在我们就正式的开始聊这个话题事件的回顾。相信大家都知道 ，OK， 先说说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一群20岁上下的那个意大利的年轻人他们呢就跟着老师呢就来到泰国这边呢做一些学习的那些活动，所以他在 BTS 的车厢里面呢全部人都很吵，然后呢他们在车厢里面呢大声的喧哗所以这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泰国的女乘客，她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她也忍不下去了，所以呢她就开口叫他们要小声一点讲话对方呢不但没有收敛，这些所谓的年轻人学生呢，他们反而开始呢讲出口然后就是比中指嘲笑对方然后有一个呢甚至还抓下体然后呢甚至是比这个丹凤眼的这个姿势呢来去羞辱这个女乘客这女乘客呢她就像一个戴眼镜的一个女老师呢就希望她提醒那些学生安静一点。没有想到这个老师他就补回一句，他就说他们那么多人，我要怎么样去提醒他们呢？所以这个老师呢他讲完了这句话这个女乘客呢她没办法了，她也只好拿出她的手机，她只是想拍下这个整个过程没有想到呢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老师呢他自己开口讲，大家说什么嘛？他就说对不起，我们带钱来你的国家消费就讲这个东西所以这一句话呢一出口之后呢，然后就那些学生的情绪瞬间就被点燃了，然后他们开始用更加粗鲁的话来骂人甚至就是开玩笑那甚至他们在离开那个车厢的时候，最后他还会说你有病的话你要去看医生要去医院等等等等。所以这一段影片呢后来就传遍了整个网络弄到泰国人也是很生气那这个意大利驻泰国的大使馆呢他就要出来道歉所以因为那个学生跟老师呢基本上已经被人肉搜索了之后，然后大家都知道他住哪里叫什么名字，也是有很多那个泰国人呢也是去到他们住的那个酒店那边包围等等，就是要逼他们道歉之类的，所以他们承受不了这个压力。那么呢最后的情况就是说这个女乘客她其实去警察局报案了，
然后呢，这些学生跟老师呢，他也知道这个事情很严重，所以呢，他们就在警局里面呢，就有一个正式的和解道歉，所以这个事情呢，才慢慢的落幕。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老师变成这样子嘞？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老师啊，就是怎么样讲啊？那个态度很恶劣啊！你知道你在大庭广众哦，然后你是怎么样教学生的？所以第一个反应说，那年轻人可以没有礼貌，但是在后面的其实他是在观察这个带队的老师啊，带队的老师自己也爆粗口，你知道吗？在那个视频里面啊，所以呢，老师没有去好好的支持他们。如果他们很吵还是什么，如果老师带头呢，一开始就说啊，各位同学，大家不要这样吵啊！各位学生不要这样吵啊！这样就没有事情了咯。但是反而这个老师带着来讲这些很侮辱性的话啊，在心理学里面有几个角度了。所以第一个角度呢，就是情绪失控之下的反应啊，就当一个人啊，他感觉到自己的权威被挑战的时候啊，所以呢，他的大脑里面呢，负责冷静判断的那一个部分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就会被负责情绪的那个部分呢压过去了。OK， 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很冷静的思考，那么理智这个时候呢就会暂时的让位。所以那一句话真的是很有杀伤力哦，带钱来你的国家，我带钱来你的国家啊，就好像丢几毛钱给你，是好像大碗这样子。所以呢，这种情绪失控里面呢讲的那种话，真的是他真正的真心话，所以那个人就是这样的人。所以第二个角度呢，叫做内隐偏见，意思说呢，他会有那么极端的这种想法呢，其实是一直以来是隐藏在他心里面的，他只是平时是被规范压着啊，所以他没有爆发出来。但是如果那个情绪一激动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压抑下来的那个偏见就马上就跑出来了。所以你就听到那个话，就说我带钱来你的国家，就说你国家是很穷很破烂的，我现在只是给钱你这样子啊。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讲的它就是游客特权的心理它的潜台词其实是很简单的有一些游客他就觉得说我是花钱来消费的，所以呢我就有资格做大爷，然后我就有资格不去遵守你的国家的这个规矩。所以就有这种心态就是有这种游客所以呢，我们所在这个旅游研究里面呢，最常见的第四个角度是什么呢？我们就叫做道德许可效应。什么叫道德许可效应呢？有一些人呢，他心里面他是觉得我平时是一个好的老师，我做过很多很好的事情，我对这个教育有贡献，偶尔呢发一次脾气呢，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应该被原谅。所以呢，这几种呢心理的这种因素呢，全部串联在一起呢，往往呢就发生了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件事情它不是单一的原因所造成的，而且呢，刚才那个带队的女老师呢，她自己还讲出口你明白吗？所以为什么那个学生会跟着一起呢？我们再看看在学生的这一方面，你看如果连老师都讲了这样的话所以那个学生的情绪马上被点燃了，而且那个老师他是有爆粗口的在那个视频里面他是有讲出口的。做心理学会有一个理论呢，就叫做社会学习理论，意思说学生他们会去观察，既然你是带一团出来外国旅行，像你身边这些有权威的人物老师校长他到底是怎么样来处理这样的冲突？如果连老师自己如果老师会说大家安静一点，不要影响到别人，这样学生学习到的就是他要克制自己他不可以就是随便得意忘形吵到别人但是呢，当老师自己先爆出口的话，老师先说一些很奇怪的话，很羞辱性的话，那学生学到的是另外一种事情，他会觉得原来遇到冲突是可以用羞辱对方的方式来解决的，所以呢，这边就会无限的放大所以那些学生的所有的那些行为，就是看了
你真是会摇头。这里还有一个概念呢，就叫做去个体化，意思是指在一群人当中呢，众人的责任感呢会被稀释掉啊，就是没有人会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有问题的事情，而是他们会觉得是大家一起在做，再加上呢这个群体极化的效应啊，一个人单独的时候，可能你就有很多话不敢随便乱讲，但是呢，当有一群朋友啊在那边闹啊，在那边笑啊，在那边鼓励之下，所以呢就会越讲越夸张，越讲越过分，然后就有一种在霸凌别人的那种呢东西就会发生了。所以学生呢可能一开始呢只是讲话比较吵啊，所以老师呢讲了那一句话之后说，不好意思，我带钱来你的国家消费那样子，所以呢，然后之后老师又爆粗口，然后学生就马上就升级了啊，学生也是开始爆粗口啊，比中指啊，做一些不雅的动作啊，然后嘲笑对方的鞋子啊，所以这不是突然发生的，所以它是一波又一波，一层又一层，而最主要的那一个人物就是那个老师自己打开了这个闸门。我们现在在讲，还有何老师想到的2个例子。也可以跟这件事情呢串联在一起讲的同样都是教育失败，是因为这个教育者他失控的这个例子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发生在一个香港的校长他是带了一群学生来到新加坡就是做一些学习上的交流之类的。那么这个事情呢，很多人都有看新闻都知道那就是因为他的旅游巴士停车的问题，所以就跟当地的这个女保安呢起了争执，校长呢当场爆粗口，他是用粗口来骂了一些很不堪的一些话想要问候人家的妈妈之类的然后一些很不好听的话。这件事情之后呢，就登上了新加坡当地的这个新闻的头条那个标题是怎么样写的呢？就说他是带学生来新加坡交流校长辱骂女保安。事情之后呢，这个有参加交流团的学生呢就说保安其实并没有挑衅，并没有激怒这个校长，而是这个校长呢自己无端端的爆出就是去主动去骂那个女保安。第2个例子呢，就是发生在马来西亚沙巴斗湖。那么就说有一个年轻的女司机呢，她清晨出门去跑步，所以呢她就想把车停在一片的空地那一边她就发现呢有一群中年的妇女呢他们就在前面那边呢占用了整个停车场，在那边要跳广场舞。这个女司机她就很礼貌的就说明她的来意咯对方呢其实是一个女老师啦，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她不但不让位呢，然后呢她还讽刺她跟她说你是华人应该要用脑吗这个地方我们在这里跳舞的你要放你的车，你放另外一边这样子。所以这句话是有很明显的那个歧视的意味。你在想在一个多元种族的这个马来西亚这个国家，这样的话是你讲出去真的是格外的刺耳这种你如果是华人，你是有用脑咯，像如果你不是华人的其他的种族，就是这些人都是没有脑的，就是愚昧笨什么。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老师他的本来他就是有这种偏见了的。所以3个案子放在一起，3个例子放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到呢有一个很明显的规律。不管是这个意大利的带队的老师，女老师 OK， 还是这个香港的校长，还是沙巴斗湖的那个女老师，据说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女老师OK， 他们都是在感觉到自己被冒犯，还是觉得说别人应该听他的，或者是他的权威被挑战的那一刻的时候，他们做了什么东西呢？他们就脱口的说出他们心里面最真实的想法。这种是很恐怖的哪怕是身败名裂这种话呢，
就是马上冲出来就想讲 ，OK， 它不是临时想出来的哦，它是一直放在你的心里面的一个偏见，你永远不知道到了哪一个点，你感觉到呢被刺激到啊，就爆发出来了 ，OK， 这是平时你有规范压着，但是你情绪一上来的时候，你就压不到了，所以呢，就有人会问，明明知道会身败名裂，拜托啦，你是老师，你是校长是，然后你为什么还敢讲这种东西呢？为什么还敢爆出口还是什么？这种里面有好几个理由。OK， 第一呢，就是人在极度情绪化的时候呢，绝对是只要看到眼前的这一秒 ，OK 啊发生的东西，他受不了，他就会直接说出来，所以他不会去考虑到未来的后果。第二呢，就是呢这种德高望重的身份带来的安全感，他长期习惯了被人尊重啊。他一旦是觉得有人不服从他，或者是顶撞他，没有听他的安排，或者是有人来吩咐他做东西，他心里面的反应就是说，你不知道我是谁啊，你知不知道我是很权威的人啊，你根本不知道，所以呢他就会有这种奇怪的举止。第三呢，就是有群体在旁边，比如说旁边有老师或者是有他们自己的学生有同伴所以呢，人在群体里面呢，他的羞耻感呢就会降低，什么道德规范礼义廉耻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的胆量就会越来越大。那么接下来呢，何老师呢就跟大家谈一谈西方游客的这种高姿态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教育者的失控的这一个角度呢，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有一种现象呢，也是值得我们去聊的。毕竟何老师也是经常旅行，看到的东西呢，有一部分的这个西方游客他在亚洲的国家呢，他表现出来的那种高高在上就是说他认为他带了很多钱来你这边消费，其实说真的，我们这边的东西是比他们的国家的便宜，他们在那边呢，哪怕是赚了普通的一个薪水，拿过来就可以用很久，所以他们会有一种感觉到他们的钱呢变大了，所以就会带着那种优越感那种霸道然后就来这里就比如说呢，有美国的游客在巴厘岛这个人做了什么呢？他没有这个驾照驾车，然后被警方拦下来，他竟然对警察大声说：“你知不知道我的爸爸是谁？”你看这种话都还有人敢讲，然后他还骂当地的人是穷鬼这些是羞辱当地的人也是有英国的游客在泰国的芭提雅 ，OK。跟路人起了争执，然后跟人家吵架咯跟本地人吵架，一边骂，然后就一边讲，这是我的国家，他在人家的国家，他讲是他自己的国家这种话背后的心态就是很有问题啦结果最后呢也是被当地人打了，然后所以呢，其实跟这个 BTS 的事件里面呢，那一句话带钱来你的国家。OK， 是同一种逻辑啦。何老师听到这句话我带钱来你的国家，真的是很刺耳，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能够说这句话的人真的很不行嘞，这种很愚蠢、很愚昧你作为一个老师，你讲这句话又给人家找出来你的身份，还有就在学生的面前，又在大庭广众里面，拜托啦，真的是。所以你消费的话，你就比人家高人一等，其实没有比人家高级嘞，其实反而显得你自己很 cheap 你明白吗？所以呢，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类似的不文明的这个行为其实呢也不一定只有西方游客才有比如说呢经常新闻有报道的这个中国游客在越南因为消费的纠纷，也是会说出那些歧视性的话。OK， 基本上呢哪里都有歧视的了，其实全世界各地不同的人种歧视不同的人不同地方的人歧视不同地方的人都有的。OK， 只是被当地的媒体报道出来了之后，我们才会知道。还有呢，就是韩国的网络的主播在日本的街头也是出言不逊，然后就去羞辱一些日本的一些路人一些女生，所以呢最后也是被日本禁止入境。新加坡的游客在马来西亚也是违规被查，然后呢辱骂交通警察，就说
你们马来西亚人就是这样子的啊，等等等等，太多这种例子了。OK， 所以呢，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不是说哪一个国家的人特别差，而是呢，当那一个人啊，他呢带着这个经济优越，还有呢这个游客的身份啊，还有就是他个人啊觉得好像呢来到比较落后的地方，然后他就比很多人很高级，然后他的那个自我感觉良好啊，他就会做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咯啊，所以呢也不会尊重当地人的那些文化习俗啊，还有当地的这一个那个法规啊，所以这才是真正值得思考的地方咯。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说我们的教育啊，到底是出现了什么问题？有人就说是不是因为西方的教育太过自由了呢？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些意大利的死小孩可以在这个车厢里面做出那种奇奇怪怪的那种举动所以我们就想说，是不是他们的教育给他们太多自由了，反而让他们无法无天呢？毕竟我们亚洲人都是比较内敛就是比较不会去做这些东西嘛，对不对？但是这个说法呢，还要有一个更加精准的解释啦。问题呢不在于自由本身，而是在于呢这一个自由有没有跟责任一起被教导，明白吗？健康的这个教育呢，其实呢应该是要把这个孩子们呢教导为，你可以去表达你的情绪，但是你不能够去伤害别人就你不可以去干扰到别人你可以不同意别人你去人家国家的话，你不能够去羞辱人家，在人家的国家还要去羞辱人家，你这死路一条，你明白吗？所以讲呢，你不同的国情、不同的文化，无论怎么样都好，基本的尊重一定要有。所以如果你的教育呢，只是强调自由每个都可以做自己但是你没有教会这个孩子们呢的界限在哪里的话呢，那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咯。所以呢，何老师就是会很质疑那一个带队的女老师，她是应该被炒鱿鱼的，你明白吗？然后呢，这些学生呢，他们在什么学校读书呢？为什么那个学校可以教到这样子出来呢？其实讲真的啦，也不完全说是那间学校跟老师的问题，但是你要想这些种种所发生的情况，连老师都是这样子的那个榜样的话，所以呢，你会很质疑说那些学校跟那些老师呢，是不是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对不对？现在呢，有一些意大利人呢，他们也是很愤怒，他们在这一个社交的媒体也是说，这个老师呢，他回到去他的国家呢，他应该被炒鱿鱼，他不应该继续留在教育界里面。这是意大利人自己本身都这么说老师校长并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但是呢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呢，简直是比禽兽都不如，你明白吗？所以呢，这些人呢，在教育系统里面他们自己失控还是什么呢？把自己那种偏见讲出来这个东西才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因为那些小孩子呢，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给这些校长跟老师教的你明白吗？所以回到呢最开始这个问题，为什么老师会带头来讲出这种话？为什么老师还会爆粗口所以讲学生为什么会跟着肆无忌惮去做这些事情呢？所以答案呢其实是很清楚了 OK， 所以我们了解到，当一个人的心里面的这个权威感被挑战的那一刻呢，随时他内心里面真正相信的东西压也压不住了，就好像一个火山这样子会突然爆发，然后呢毫无保留的全部跑完出来，所以那些很丑陋的那个面目全部都会给大家看到。所以呢，社会面具呢可以呢帮助我们呢挡住很多的东西，但是呢它遮不住一辈子的，只要有一点点小小的东西刺激到他们呢尤其是你在最放松的时候，或者是呢最情绪化的那一刻呢，你千万不要在大庭广众里面被别人拍到所以呢我们这个真正的价值观呢
无论是好的跟坏的呢，它就完全都是藏不住的。你如果平时做假人、戴面具什么都好呢，但是到了要爆发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给人家看到。特别是如果你是当老师的，你是教育者呢，你的一言一行呢，就比一般的人呢更需要被检视，因为呢，孩子们呢全部都是看在眼里的。他学的不只是知识啊，我们现在呢不缺乏知识，明白？我们缺乏智慧啊，要用脑啊，你明白吗？所以呢，要怎么样去面对这种冲突啊？怎么样去对待和自己不一样的人啊？怎么样的来去管理那个压力啊？怎么样提高你的情商啊？这些都是要学习的。好，今天的内容我们就聊到这里啦。如果你有类似的观察，或者是你经常旅行啊，你看到些奇奇怪怪的人做些奇怪的事情，也欢迎留言告诉何老师。我们下一集见，拜拜。